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赵信绝活哥的一个出装、符文搭配，还有他的刷野钻思路技巧。像对面火焰哥的话，你是没办法跟对方争那个河道蟹的。哦，千珏说错了，千珏是千珏，搞错了。千珏的话，你是跟他争不了的，老老实实的去从反方向往上刷就好了。对面的话也是红区开的，印记直接给了赵信身上。可能对面这么有信心，直接来逮捕这位绝活哥。哦，刷完路直接送出了一血。那维恩这样子对线要裂开了呀。哦，伊泽瑞尔带的是征服者，不是带的那个。好，确定了对方是在蓝区了。刷完路的话，可能得小心一点。好，这里拿完红 buff 4级，速刷这个河道蟹抢下来。哎，这里果然是刷了印记在这里。刷掉了，还行。对面没刷石头的，这里捅上来，二技能命中，接一下平 A。像刷完路的话，给一下队友信息，打不过的话稳住就行了。像千珏的话，它会在大概好像30秒还是40秒的时候会刷新一下他那个野怪的印记啊。就是如果队友就是敌方野区野怪没有印记的情况下，就会去刷新。下一个大概率会刷新在红 buff 或者4F 身上面。果然在4F。这里的话就逮捕他就行了。但是被他吃到印记了，有点小亏。像刚刚在里面拉的话，就是等他开大招再拉会更好，就必死的。除非是对方野区，对吧？一点就是野怪那边对方的野区全空，然后呢才有可能会刷新在自家野区这边。就你其实可以不用说记得太死，但大概率就说30秒半分钟以后，那个印记会刷新在对方野区的身上，你就可以大概去判断一下。因为你是知道，就是你玩打野是一定要知道对方打野的位置在哪个地方嘛。怎么看着赵信算就是这就是有个点哈，你对这个英雄了解，你就可以去针对他。我跟你说，而不是说跟我说，什么时候刷，那怎么办？那你现场去问 AI 好了，让 AI 帮你打。蛤蟆那边的话是刷在了
就这种情况下，大片野区的话你就没办法，但你只能说判断他已经刷完红就是上半野区还是下半野区，然后去判断，对吧？对方就是印记会刷在哪个位置。这里的话57秒刷完了，你们可以算一下嘛。其实，在英雄的技能介绍里面就是有说的。这里又逮不到了。哦，是那个刀妹直接进的话，这里的话不能再扛了，再扛的话就得送了。刀妹上的有点着急，其实等下一波兵线还行。哦，印记在刀妹身上有印记的。你看这种情况下，你看野区都没有野怪的话，就只有4F， 还有那个，好像就是40秒吧，40秒左右就会刷新这个刷新印记。所以玩千珏的话，就要掌控对方的野区的一个。就是甚至你可以利用自己的野区去控野区，或者说你就是不想让对方吃印记的话，你就反方向来，是吧？我就留个石头在下面，我知道你在上面的，我就留个石头在下面，对吧？然后印记的话，大概率就会刷到石头这边。完了，这里先锋给队友拿了。哦哟，派克勾了一手，往后撤。这里的话，让队友直接放。哦，像这里的话，想刷野，但队友又打了起来，只能过来支援一下。一技能起手，二技能接二技能。这里的话，其实可以扫一下，但扫不太开，就等那个大招最后一下的时候来。一技能起手接 W。下黄就是赵信的话，一技能起手是最稳的。对，没惩戒啊，所以把人赶走再打。像这种一直打架的话，难受的是对方是打野，一直没有经济，就刷不到印记啊。千珏的话，吃到印记比拿人都还值钱。这里的话，直接交闪现了，被对面勾引了。这里的话，蓝区的话肯定会被入侵啊，果然已经入侵了。应该打完了直接撤的，然后往中路靠，去蹲对方的千珏就够了。对，好像又想打起来。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3项的战斗能力确实强很多。哦，派克二技能没命中，回去做那个了。这把对面的派克勾引得很好，把他印记刷掉。千珏的话，应该是拿了2层的印记，目前来说，他吃到了那个，一个石头吧，还是一个蛤蟆，然后又反正就吃了2次，一次是蛤蟆，刚刚的蛤蟆。哦，好像还有人头是吧？我也不太清楚了。反正我大概我记得我刚刚看到现在的话，是吃了2个那个印记的。这边已经控得很好了。哦，对，
4F 的那个野怪是被他吃掉了，然后再加上那个蛤蟆，千珏身上没有太多的人头，但如果加上人头印记的，如果印记打出来的话，那应该有三个。这里印记的话，刷在石头那里，让刀妹去清掉都可以。惩戒惩下来，就不给对面千珏吃这种印记的机会啊。千珏的话应该是往上去刷了，所以这个石头的话就完全不着急，控住就行了。这样的话没有惩戒的回来打龙就好了。打得好的话，大龙都可以直接去拿的。这种情况下，逼对面打大龙。这里大招留到很多。哦，我以为没蓝了，有蓝的话啊，有闪现可以，很帅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条大龙可以直接拿下来。对面千珏在，铁男必须得在上面当守门员了。直接关进去了。这打野最怕的就是铁男这样子，直接关进去，你抢都没办法抢，就没机会好吧？哦，还强行杀掉了。这里刷完蓝区，可以直接回家了。像这种情况下，队友其实可以帮忙刷一下这边的野区的，特别是好像是不会刷到自家野区吧？还是说，或者有一种情况就是故意留印记啊，就是故意留印记刷在自家野区。我好像记得是可以控的，就是对方野区都没有资源，就是没有野区资源的时候，那个印记是会刷在自家野区资源的。这里可以看到绝后哥是一直在留野怪，就是让对面的印记刷在自家这边。你看这里三郎就故意留下来的，这样的话千珏就没时间去刷印记啊，叠不起来的话，他其实后期就是废的。这就是打千珏的一个那个技巧，学会没有？啊 ，Look at my eye， 学会没有？其实还有很多，你们一定要细心去看。高手我就没话说了，高手哪需要我这种理解？高手你自己上分去嘛，是吧？你自己打职业去嘛，自己去打代练都可以啊。看我的没用的，我只是讲给普通玩家一些，是吧？想要让学习成本更低一些的人啊，然后我能在这里面啊赚油管的广告收益，是吧？就算好了。而且我说实话赚的并不多，你们也不点点赞，哈，气死我了。二技能给个视野，像这种就是打个消耗而已，就没必要说一技能起手上去可能就回不来了。皇子落地就 EQ 跑路了。说实话，他这个传送一点用没有。你说他带到那种，就是说带到很深的地方了，传送过来支援，那还有好处。那只是在那种中路河道位置是吧？那你其实慢慢走过来就够了。
传送的话，其实在这个版本，除了前期要调整自己的，就保证自己发育不掉的情况下带有用，大部分来说都很一般。你意识快一点，其实资源很那个的，不像那个英雄联，就是不像端游地图那么大，地图小，其实完全可以凭靠意识去提前做出判断。全是 S， 那这局说实话就是这样子，轻轻松松，因为对面千珏已经没有任何发育空间，就这边就是一直留那个印记，你知道吧？你都他那个印记都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小龙比队友，大龙肯定比队友关键，谁肯定不会去保队友，然后等被他拖到千珏来，或者说大龙拉拖那种情况。这里他复活，再把这个印记刷掉，然后印记又在刷新，他又拿不到人头，这就很难受的。就是，如果千珏是红 buff 开，他一定是会留石头人，所以你可以去反他的小石头，知道吧？反掉以后，你这边有蛤蟆的话，那你那个蛤蟆就肯定是会留在你这边，这就是开局的那个小技巧。或者你也留蛤蟆，你把石头给刷了就留蛤蟆，我靠！但你得判断对方是红开还是蓝开的角色啊，比如说像法师的话，肯定是蓝开比较多。这就是你要对一个英雄的了解，你才能去做针对啊，做下一步，脑子要动起来。知道了吗？玩任何事情，工作还是家庭还是什么，所有事情都要动脑子去思考。这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忠告，也不叫忠告了，说的太严肃了，就是善意的提醒吧。好。第一局就这么全方面的碾压了啊！还有下面一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看。